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最火的老车。最近嘛，听说国产剧这边又出了一个质量来讲相对比较高的剧，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我的阿勒泰》。说实话，在近10年的电视剧中，像这种日常剧能做到8.8的高分，确实也不多。当然，某瓣上的评分吧，也只能作为大家的一个日常参考。但是有一点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这部剧居然在国外的 IMDB 上也是8.6的高分。虽然说这个评分吧，不是衡量一部剧的硬性指标，但是它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这部剧在国内和国外的口碑都不差。而且最让我诧异的是，这部剧只有8集。你想想8集是什么概念？我记得好像在我的印象中，过了千禧年之后，国内就很少再拍这么短的剧了。当然道理也很简单，我不说大伙也都知道，就是国内的影视公司都是按集卖钱的呗，你拍的集数越长，卖的钱就越多，所以才会出现水剧情的普遍现象。而现在为什么短小精干的剧又变多了呢？其实吧，这里面的道理也很简单，一呢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因为现在国家不让水剧情了；二呢是视频平台这边呢也不想当冤大头了。你想想，平台这边与其去买高额的版权，还不如自己找人自制，所以现在短小精干的剧几乎都是自制剧。而且自制剧呢也有很多好处，可以说平台无论是招广告啊，还是排播呀，还是对品质的把控，都能提升一个层次。当然说了这么多呢，咱们还是要说说此剧的剧情。不过在说之前吧，老车还是要提醒大伙一句，就是那些想看什么狗血巧合的、无脑撒糖的、悬浮到底的，我劝你还是赶紧划走吧，因为这部剧确实不适合上述我所说的这类人。不信呢，大伙您就听听这故事啊。说的是一个来自新疆的汉族小姑娘文秀，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一个人跑去了乌鲁木齐的饭馆里打工。虽然说她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但她一直有着一个当作家的梦。可以说，无论是同事嘲笑她呀，还是生活比较艰苦啊，她都不以为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女主自己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写啥，再加上饭馆周围这么嘈杂的环境，对写作来说也确实不太友好。于是好景不长，就因为女主做错了事儿，就被人家饭馆给开了。本来吧，人家饭馆是不打算给她钱的，但是呢，由于女主平时和一个同事处的比较不错，于是吧，这个同事就自告奋勇帮她去找老板要钱去了。说实话，女主此时心里还有点小感动。你想想，同事风雪夜归人，人家还能帮你要钱，就证明还是挺够意思的了。这不，本来女主寻思去老板门口听听，看他能要出多少钱来。一听老板就给了300，虽然说不算多，但至少老板还是给了。但没想到的是，等女主转过身回到屋里，这位同事就说老板给了他100，也就是说这200块钱都让他这位同事给密下了。应该说这无疑是给单纯的女主上了现实的一课。当然这段戏呢也是此剧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算是让女主了解到了世态炎凉。用咱们土话来形容女主现在的心情呢，那就是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于是女主连夜就回到了阿勒泰去找她妈妈。哦对了，前面我刚才忘了说了，就是女主的父母呢是早些年来新疆的知青，但是呢由于女主的父亲早逝，所以说他们娘俩就在草原上相依为命，一边呢在草原上开着小卖店，而另一边呢还要照顾女主老年痴呆的奶奶。虽然说女主的家里吧也不算富裕，但是在草原上你挣了钱你也花不出去呀。而且在这草原上接触的呢也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牧民，可以说在这儿生活有些时候以物易物比金钱交易来的都要实在。这也是女主在帮她母亲小卖店要账的时候所领悟到的，因为常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对钱的概念确实没有那么深，而你长时间生活在这种环境呢，确实能把人变回到最质朴的状态。要不然你看为什么很多文青都喜欢去西藏啊，或者去大理，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月亮与六便士》书里所表达的那样，你是对生活态度和精神层面有更高的追求啊，还是为了物质享受去争夺那些蝇头小利？当然这也是剧中女主的母亲张凤霞和来自广东的打工仔高小亮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俩就是2个世界的人。可能这时有的朋友就要说了，那女主的母亲张凤霞和草原上的牧民，我也没看见有多高的精神追求啊。对，确实在草原上的生活再简单不过了，但也正是这种简单的生活，你才能把它叫做返璞归真。怎么说呢？应该说你生活的越简单，你获得幸福感就越容易。你看《装腔启示录》和《新闻女王》里的女主是成功了，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但你愁眉苦脸的时候也比别人
多呀，你精神内耗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啊。当然，我倒不是说在大城市打拼的人就不对，而是没有那些利欲熏心、勾心斗角，你的烦恼就少，而这时你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剧中的女主呢，就是这样的，在经历了工作四处碰壁和人心险恶之后，这才回到了草原上，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去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再加上通过和草原上的牧民还有哈萨克族的小伙巴泰接触，这才让女主在迷茫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也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应该说女主最后也是受到了周围这种返璞归真的影响，才选择了留在草原。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女主为了爱情，因为男主巴泰为了救她确实亲手射杀了自己的爱马，这就好比男主在事业和爱情上选择了爱情。当然这剧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些煽情桥段，而是这剧在情感表达上的真。如果说看之前的春色寄情人是在电视机前观摩一部偶像剧的话，那么在看这部剧时的感觉就好像是在旁观。而男主这种憨憨的表白方式呢，也确实像是咱们生活中发生的事儿。所以还是我上期说的那句话，不用你说什么大道理，大伙儿都懂。就像咱们平常说的似的，艺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说白了，如果观后感都让你说了，那还让大伙儿看啥呀？所以说这部剧最后对男女主含蓄的处理也比较到位。准确来讲，这部剧也不是一部以爱情为基调的剧，而是在女主文秀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老实讲，在国内同类型的影视作品里，能用这么短的篇幅把故事说好的非常少，而且就算有，那也不是电视剧，而是电影。不信大伙儿您就从早些年的《城南旧事》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影视作品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虽然说编剧和导演在作品里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这个主题，但是你就是能明确的感受到。你看《城南旧事》就是这样，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旧时光。还有像同类型就是刘烨演的那个那山那人那狗，这里面也一样，讲述的是父子俩在湖南的山沟里当邮递员，而且男主呢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侗族聚居的地方。而且开始男主也不想在这山沟里跟他爸当邮递员，最后呢在和父亲消除隔阂之后，他也发现了当地之美。而且这个片儿也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传承。还有像什么感人波奇，主题都不用我说，大伙也都知道，讲的就是信仰。而咱们今天讲的这部《我的阿勒泰》呢，也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守望。你看女主的母亲张凤霞呢，一直放不下死去的老公，始终惦记着戈壁的仙女湾，可以说一直就守望在这儿。包括男主的父亲苏立坦也一样，虽然说最后不逼着男主放羊了，而且还把羊群卖了一半，但是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应该说还是和他之前过的日子一样，和他的羊群在一起守望相助。包括男女主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男女主守望着彼此。而且说实话，其实国内早就应该拍这种类型的剧了。而且不光是这里面美景的问题，虽然说此剧的风景吧给这部剧加了不少的分，但是我感觉往往越简单的东西才更能打动人。你像欧美拍的那个德莱尔一家，这里面的风景也不错，但是他吧可不是靠风景赢得口碑的，而是他拍的特别生活化，可以说全剧就没有一处悬浮的地方。虽然说剧中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儿，但是你稍微有点历史常识，你也能感受到他是老百姓过日子。还有像意大利前2年拍的那个请为我在罗马多留一天，风景那更不用说了，也不差。但是这片呢确实把2个同居10年的情侣的那种疲惫感，或者说对爱情的麻木感给拍出来了。而且别说欧美了，人家隔壁三哥去年也拍过这种类型的剧，我记得好像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2只气球。男主呢也是从大城市搬到了欠发达的地区，然后在这儿和女友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说实话，外剧毕竟是外剧，有些剧情咱们确实不能感同身受，但是你要看我的阿拉泰吧，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就比如说女主的母亲张凤霞对她死去的老公那种痴情，应该说当年下乡的知青很多都这样，甚至当年还流行过一种小说类型，就是知青小说。包括女主在草原上写小说也是，只要你不在喧嚣的环境中创作，确实能出好作品。你看举俩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人家莫言，人就在高密一待，但是人家真就拿诺奖了。包括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是，年轻的时候人家就是在娘子关的电厂当一个工程师，但是人家就能写出天马行空的作品。所以说女主在这种环境下能写出好作品，反正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指定是信。而且这剧还有一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啥呢，就是妆容特别自然，没有说什么磨皮滤镜纯欲风的，就像人家触不可及里似的，人家脸上该有雀斑有雀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所以说我的阿勒泰这里面的妆容呢更符合在草原上的生活状态。说白了，你要像谍战剧哈尔滨1946
1944里的女主似的，身上一尘不染，耳饰首饰都齐全。那你这让人一看就是演的呀。用咱们大伙的话说呢，就是一个演的对，而另一个呢是演对了。应该说总看老车的朋友都知道，老车一般不太安利剧，但是这部剧我看完之后吧，确实意味深长。当然有的朋友也会说，老车你是不是看的评分高你就帮着吹呀？说实话还真不是。你看之前周雨彤演的那个《爱情而已》，当时完结的时候评分也很高，别人都说这剧好，但是我就感觉这剧就是一般，因为有很多的桥段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我的阿勒泰就不一样了，真的，谁要说这剧悬浮，高低得跟他掰扯掰扯。当然老车今天吧也只是说了此剧中的1/3剧情，至于这剧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还得大伙自己去观摩。反正这剧一共也就8集，也不会耽误大伙太长时间。行了，咱们今天就安利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